我和他是异地恋，所以见面很少，加上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所以联系也不是很频繁。但对于未来，我是想和他结婚的，但是最近他一直都在逃避。关于结婚这个问题吧，我不是逃避，只是我还没有做好处理婆媳关系跟生孩子的准备，而且我们现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沟通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他都不能理解我的想法。那对于这样的未来，我自己都感到很迷茫，又怎么给他答案呢？像我这样寻找的人，这条爱情之路该如何走下去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王先生29岁，来自河南，公司创始人；女嘉宾唐女士24岁，来自天津，淘宝店主。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想结婚对吧？还没做好准备是吧？小片里面好像把各自的这种对于这段感情的焦虑都说出来了，是吧？认识是还跟他创业有关系，对不对？对，是使用他的那个 app 是吧？对，说说具体的过程吧。确实是跟主持人说的一样，他是我公司产品的用户有一天呢，是我收到他发的一封邮件就是反馈我们产品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加了微信，就相互在沟通。沟通过程当中有了解到他是天津的，刚好有一次我来天津出差，我就约他出来，我说想做一次这个用户的深度访谈。就是聊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是除了工作当中吧，就是感情上包括双方就很契合，他也很成熟，也很有上进心，所以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那现在公司在哪儿啊？在天津吗？我的公司在北京。那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之后，你多久从北京来天津一次？我基本上属于就是上6歇1这样的，然后基本上只要我有空闲时间，我都会来。但问题是，从我们俩在一块儿1年半吧，刚在一块儿没多久，因为我公司那边业务发展，我去美国待了大概有小半年等我回国之后，他那边又开始忙，因为他做这个淘宝店主，他准备双11这样，他要做代购，可能1个月有半个月时间也在国外，所以我们属于这种聚少离多的一个状态但我一直觉得我这不影响我们的感情的发展。那今天谁要来呢？觉得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了呢？也是我要来。不就慢慢来吗？怎么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没什么太大问题嘛，所以我就想跟他聊，我说把结婚提上日程。但当我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就是没有正面的去跟我沟通过对，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去听听他的意见，然后也想听听嘉宾老师对我们就这样的一种恋爱状态的一个意见。行吧，那就说说恋爱状态吧，怎么样？满意他吗？我肯定是喜欢他的，但是像他刚刚说的，我们俩在一起1年半，然后相处的时间和沟通的时间特别少。但是最主要问题是，就在这仅有的时间内，我跟他想要去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完全不能理解到我的点比如说呢？比如说，前2天我跟他讲说，我说，最近有一个龙虾的美食节，我说我们一起去吃这个小龙虾。我其实不是说多去想去吃这个东西，我就是想跟他有一定的空间去约会相处，因为我们俩平时都很忙嘛。结果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去做了很多资料、很多数据出来。然后跟我说哪个地方的这个小龙虾哪里最好，然后说有时间我们再去这样子。对啊，你不一直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确实没时间一块儿出去嘛，我就刚好想借这个机会，你喜欢吃小龙虾，我们就去中国最好的就是小龙虾之乡，我们去那儿。所以这是我的钱江，就是在钱江吗？不是盱眙吗？盱眙的小龙虾最好吗？那可能是我工作没做到位我的调研是钱江。去没去啊？还没去成。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拖到有时间再说，我就觉得算了吧，不去了。那你们以前这约会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表现？我们俩唯一的约会的地点就是咖啡厅。那不是有 WiFi 方面，对吧？你也忙，我也忙，就是你还可以顺便工作一下吗？不是我顺便工作，是你一直在工作。我们俩出去约会，在咖啡厅约会的时候，他都是抱着电脑抱着手机，然后每当我要跟他说一些我自己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接个电话，然后接完电话之后他又继续去拍电脑，完全忘了我是刚才说了什么。我理解的对吗？是不是就是边约会边工作？不全是吧？不全是，但是偶尔会呗，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干嘛呢？难得见面的，见面还不好好聊聊？会好好聊，比如说你之前跟我说你工作效率低，对吧？比如说你那么多的订单怎么整合，
我其实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帮他去研究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我的领域跟他的这个不是很契合的啊，对。但是我去为了他去调研这个，我想的是，你可以引入一套系统化的这个系统，对吧？这样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解放出来。不是做出来了吗？这个市场上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我已经帮他调研好了，但是他不愿意去尝试，因为他觉得成本很高。其实我之前有去说服他，因为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俩事业都属于上升期嘛，对吧？你前期的这些成本的投入，在后期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边际成本都会递减的。可能他不太喜欢听我说这些。我不是不愿意去尝试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刚起步的时候，确实遇到过一些困难，我去请教他，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忙，但是我这些东西我必须要今天处理完它。那等到他已经忙好了，然后给我制作出一堆他那种技术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我学会了。你学会的那些是战术上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之后还会陷入到这样琐碎的事情当中。我们不是来谈工作的。今天在这儿谈的啊，这个人平常有趣吗？没有。你们俩平常因为见面很少嘛，对吧？那是不是就靠微信啊、电话呀这么来保持情感的联系啊？电话都很少吧？我有发微信，但是基本上回复的很慢。我有发微信啊，他在微信里有趣吗？没有。他关心你吗？他会试图去通过一些小途径去关心我啊，比如说什么样的途径？因为我们俩都属于很忙的人啊，然后也不会去向对方说一些对方就是彼此需要什么啊这样子，然后他会向我公司的员工就是问我家里什么最多这样子啊。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水晶的杯子嘛，然后是限量的，然后他会从美国这样帮我买回来啊，就是挺上心的是吧？对，他会很上心的，但是他对我并不关心他不能理解我的情绪。有一次我在外面的时候，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要拿很多东西嘛，可能比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重。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手去拿伞的，我当时就跟他发微信的时候，我说我这边下了很大的雨，然后他说打伞啊，不然呢？你希望什么？就我希望的是正常的男女沟通关系，最起码是你问一下我你在哪儿，或者是你要不就是找个地方去躲雨这样子。我后来有关心你，确实我第一反应可能反应的让你感觉我不是很关心你的情绪，这些其实我都认识到了。你现在创业到什么阶段了？我们现在算 A 轮吧，越来越忙是吧？对。你现在是不是还把她当成既是女朋友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啊？就自从我们俩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我有仔细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反倒觉得我把她当成我的用户会更好一些，因为如果按照她的说法，我不关心她的情绪，但是我可能我对我的用户反而第一时间会关心用户的情绪和反应啊。所以我后来就真的说 OK， 我还再把你当成我的用户。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忽略你的感受和你的情绪啊。你刚才忽略了他的感受了吗？你听你说那个，我把他当我的用户更多一些，你听到这个现场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吗？可能是我表述不是很准确。女生对这个情感是现在怎么看呢？她现在就是她的生活中全都是工作，然后我是她工作的一小部分，她把我和她的工作完全就是混淆在一起啊。你给我描述一下这个男生好不好？就你跟他1年半的交往，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成熟，很有上进心，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这个应该没变化，对吧？没有变化啊。直到后来我们慢慢相处的过程当中，各种上面的一些小事，这样慢慢去积累的。让我觉得我们俩的感情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以后就是会是什么样状态，包括我们俩现在异地这种情况以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他这个人对于我而言，他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还是说感情中都给予我了很大的成长。他身体不好，我们两个挺像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强直性脊柱炎。对，然后平时他其实工作又要坐在电脑很长时间，跟我差不多。他其实比我小很多岁，但他现在有腰间盘突出了啊。我关心他的工作的原因是，我想帮他提高效率，能把他解放出来。我不想让他身体这么劳累啊。我能了解到的任何的可以对他身体有益处的，我都尽量去满足他。比如我们现在有这个叫 HPV 这样的预防这个女性子宫癌这样的一些疫苗，那我都会去提前帮他联系好，让他去打这个疫苗。
还有一点，其实去年我们过年的时候约定，就是我想带他回家见我父母，但是快过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去新加坡，他说要去跟人谈合作。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能接受，我觉得是在搪塞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俩呢，依旧在所谓的咖啡厅约会。然后呢，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过年给我回去见爸妈。说完之后，他又继续敲电脑了。在我的认知看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一个男生带一个女生回家见父母，会是很正式的一件事情。你起码会说你要穿什么，你要带什么，或者说是哪怕说是这个过年的这个高峰期，你机票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但是他完全都没有提，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件事就是可能这么一提就过去了。其实你只要人过去，别的东西我都会安排好。那我不知道啊。当我要跟你说的时候，你已经订好去国外的机票了，而且让你退你也不退。两个人还挺会较劲的啊。行，男生现在想怎么着啊？我觉得如果能结婚就结婚，如果不能，我也不想说，就哪怕恢复到我提结婚这个事情之前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好的。你愿意向人求婚吗？愿意。姑娘，你现在对这段感情是一个什么判断？我不知道怎么在我们俩这种工作还有感情中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做出这种最合适的方式去面对。好嘛，这恋爱谈得这么理性哈。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小唐，29岁，本科毕业，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我觉得你是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因为你奋斗向上，对工作非常的积极，我们很欣赏。但是事业是事业，爱情是爱情，你不能把对于公司项目的事业上的这些调研放到爱情和生活当中来，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副就是1、2、3、4、5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计算。比如说就吃个小龙虾，还一定要去调研一下啊，中国哪里的小龙虾是最好吃的，我们一定要去那儿吃。那如果我要去看个电影呢，是不是一定要去奥斯卡看？生活就是生活。他今天说我想吃个面包，然后你说等一下亲爱的，这个面包里有60%的面粉，30%的脂肪，5%的糖，根据你的健康状况你只能吃1/4，就没有乐趣了，这不是生活。所以即使你的事业现在可能在一个上升阶段，未来你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你不会爱，你不会谈恋爱，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姑娘沟通，所以你要学会去体验生活当中的这种小情趣，要走到她身边去。所以这就是你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缺少共同话题，自个儿忙自个儿的。他身体不好，腰椎间盘突出，你身体不好，脊椎炎，对吧？俩人一块儿去游泳啊，这不就是共同的话题吗？共同的爱好吗？你们总要有一点是我们两个都喜欢，我们两个愿意在一起去经历的事情，才能够谈恋爱。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的爱情用一条线去分开，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谈恋爱的时候轻轻松松，这样再去考虑我是不是要去结婚。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你给我一句承诺，我许你一世情缘，前提条件就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爱对方一辈子。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你说情绪有用吗？爱情有用吗？感动有用吗？让你惊喜有用吗？让你感觉到舒服有用吗？好像从计算角度好像没什么用。但是无用的东西就真的不应该存在吗？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有无用的东西都应该被抛弃的话，那就只有数字，只有逻辑，不会再有任何精神层面上的愉悦的东西。数字带给我们的愉悦是有限的，情绪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其实你女朋友已经算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了，但是姑娘们要的爱是什么？它无用但有趣，它无用但温暖，它无用但是值得被记住。所以无论是从理性的角度还是从感性的角度，我给你最大的建议是
不要从我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从他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从我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你创业也不会成功的。用户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固然他有很多问题，前边2位老师都说了啊，我来说说你可能有机会去调整的。诚如你刚才所讲，这个男孩打动你的就是他的成熟，他的理性。那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人，如何来平衡理性和感性？这需要你自己去调动你自己所有的感受。可能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心里多么想去爱你，极有可能他分不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人生也是分阶段的。这个阶段他刚好在创业，刚好在为了理想在努力。你能不能在这段时间调整好自己，也站在他的角度去分析，理性的判断你们这段感情值不值得你等待，值不值得你可能暂时不能收获那种我们人人都渴望并且需要的两情相悦很多美好的瞬间。如果值得，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就会趋向好的发展。他意识到自己在情感中付出的不足够，他去努力调整。你意识到我找的这个男人在这个阶段如此的辛劳，在创业，我也要尽量的体谅他。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打破平衡又调整，又平衡又打破这样的过程中，你们才能磨合成为2个优质青年人的组合。如果谁也不愿意改变，谁也不愿意调整，他忙他的工作，你继续抱怨他不跟我去身边的这个龙虾店去吃小龙虾，可能就真的分道扬镳了。如果你欣赏就是他那份才华，我们是否可以调整等待？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在互联网兴起之后，有一个职位现在特别的火，叫产品经理，它几乎成为了公司的中坚力量。对，而产品经理最需要做的是解决用户的刚需，得出用户的画像，知道这个产品投向哪个人群，去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在职场当中，他其实就是一个产品，因为他跟企业之间是等价交换。但一个人如果在爱情当中，他只是一个人，他做的就是一些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以前经常所说的，每天做一些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吃饱的时候你饿不饿？我穿暖的时候你冷不冷？我高兴的时候你痛不痛苦？我失落的时候你愉不愉悦？天天担心你哪天会死，死了以后我怎么办？这都是些无聊的事情，产品经理是万万做不出来这些事情。但爱情就是这样，它没有实用性。男生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人格上的优点都是职场化的特征，比如说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值得信任，踏踏实实。但这些在职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人格优点，在婚姻当中未必会体现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在事业上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女生是很喜欢的，甚至会有点小崇拜。但往往是在职场当中如此表现的男性，在爱情当中就表现得有点不解风情，不懂理解。而这些隐忧其实你已经感觉到了。事实上你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产品，但爱情是没有产品的。我们去衡量一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好的产品，是他能够给我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我们找一个人来谈恋爱，是为了他给我解决什么问题吗？不是，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产品优点，而是因为他只是他。其实说白一点，男生是可靠的，人品也不错，但在婚姻当中未必会是一个好丈夫。我认为人都有感性和理性的一面，但是如果到如今为止，一个漂亮的女生在你面前始终不能让你感性起来，只能说你还没有燃烧的。如果换一个特别喜欢的，无论是工作再繁忙，我相信她会点燃的。她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产品看，她会把你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来看。说白了，在她心目当中，至少到现在为止，你是不如她的事业重要。这不是什么 A 轮 B 轮 C 轮的事情，他即便是今天已经融资完成，到融到1轮了，事业已经很稳定了，他对你点燃不了就是点燃不了，知道吗？所以我对你们的感情并不看好，都是2个不错的人，但我认为缘分不够，就这样。
好，谢谢周老师。哎，做一个有趣的人，特别的有意思。这种有趣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对生活的感知。你要去感知生活和感受生活里的美和丑。哎，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了。你可以试试啊，尝试一下，慢慢的走，别着急。所以女生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这么一个现在没有展示出有趣特质的男人？因为有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需要时间来成长的。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听了嘉宾老师的意见，包括最近我一直在反思，确实这2年的创业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只去关注问题，反而去忽略很多情绪上的东西。但是我之后一定会去改正这方面的东西，就像主持人说的，去感悟生活，更多的去感悟你。包括我们俩异地的问题，其实我在北京帮你找好了工作室的地址，我也帮你联系好了物流的公司，甚至比你那边发货还要更便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把工作室迁到北京。我更希望的是将来跟你一起走下去。我觉得刚才听完老师们说的话，我觉得咱们俩的问题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了，就是我没有能力去燃烧你的心，我也没有能力去带动你的情绪。那我愿意去为你去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好，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好一把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你要觉得还爱他，你也别说什么了，重新再追呗。谢谢，我就想下节目再去找他。谢谢你，请回。谢谢老师，谢谢。来这边走，好。这个大概应该不是他的预想，但是其实女生今天在提出一系列女生自己的观点和这段情感看法的时候，大概这个结局已经基本隐隐的在一层一层的显现了。你可以说是思维的不一样，或者其他的什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其实是个重点，就是恋爱当中的2个人，每一个人的感受都特别的重要。一个人感觉热是不够的，一定要让另外一个人也感受到。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我和他相识了一段时间了，相处后发现有一些问题还是挺困扰的，然后他会单独跟异性一起吃饭了、看电影，也不告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们这段感情就不在乎，所以我就想上节目来寻求一下帮助。你是否真的在乎我？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卢先生26岁，来自广州，项目专员；女嘉宾朱女士27岁，来自广州，高级客户主任。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很喜欢他是吧？2位认识多久了？1年多吧。谈恋爱多久啊？半年多。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一开始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后面的话有一次跟他聊起来，就是他家会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他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住，他们那有3个房间，正好一个空的嘛，然后后面我也租在那里了，后面大家聊得比较来，然后觉得他人挺好的，就在一起了。哦，喜欢他吗？以前挺喜欢的。以前挺喜欢的，现在呢？现在就他老是觉得有很多问题，然后老是吵架。哦，现在老吵架啊，所以今天是你要来是吧？让老师们帮帮你啊！怎么了这姑娘？她跟异性朋友交往呢，稍微有点频繁了。你说点事儿行吗？就是有事晚上我打电话给她，也没接电话，12点多吧，然后她才说跟朋友看电影。
大晚上的也不回我信息，我也担心你，对吧？事情是这样子的，看电影呢，我经常会约不同的朋友去看电影。看电影时会看手机呢，而且我回去以后也告诉他啊，我已经回到去了，就是我看到他信息了，只是当时没有看到的时候没有回复他。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跟异性看电影这是什么关系？就异性可以去看电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正好都想看这个电影，第二个我可能这个朋友正好很久没有见面，或者说我们其实聊得挺来的，我就约他去看。所以在看电影的这个消费场景里面，你觉得男女什么都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跟你看这场电影的人，让你觉得这个电影有趣，或者你们聊点其他的东西，是吧？它不一定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关系人群当中才看电影的，是吧？对，是这意思吧？是啊，行，这是他的解释啊。你接着说。而且不单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有时候不是很上心，对我们一起过年前放年假，他这个就跟他朋友去他朋友老家那边去玩，但是他也没觉得应该将时间安排到我们2个人一起去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开心了。我每一年可能有5到10天的一个连假，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有跟他说过有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当然我自己安排时间。我问一句啊，你要休年假，表达愿意跟他一起去的这个意愿。是邀请式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年假，它的时间是10号到20号之间，你愿不愿意凑个时间跟我一起去休息？还是说，我今年的年假是10号到20号，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你是怎么一个表述方式？我就告诉他，可能我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知道他要上班嘛，然后你有没有做邀约，说我想跟你一起休今年的这个年假？首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休息或平时有时间，我不是每时每刻都要跟他在一起，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正好我朋友回老家，我觉得跟他一起去玩，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在你的心里，这个男生跟你的关系是合租的室友关系，还是男朋友？就是我男朋友啊。他是我的男朋友，但是我有我处事的方法和方式，对不对？是啊。但是这个你是接受不了的，对吧？我觉得。你觉得他不尊重你？对，不够上心吧。还有别的让你觉得不够上心的吗？之前一段时间他手机丢了，我有2台，他就觉得我有2台手机不借给他，然后后来就他借了他前度男友的手机回来，我就觉得比较不开心了这样子的。本来就是我丢了手机是我不开心，然后呢我想着他有2个手机，要么就问他借一个先用着吧。跟他说的时候他就说我2个手机都要用，那我没办法嘛，我总要借一个先用着嘛，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也没想着要问谁借。然后呢前男友他就立刻拿过来给我，而且他又不给我买个手机，又不借手机给我，那我怎么着呢？对呀，要是我的话我就自己买一部呗。我想晚一些再买一个手机啊。好吧，所以男生不可理解是吧？我觉得你非得借前度的，我觉得还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愿意借给你可以拒绝，因为那是你的前男友，是这意思吗？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前男友也是朋友啊，而且给完我他就走了，他说用到我买新手机的时候再还给他。你有前女友吗？有。跟前女友借一部手机？成啊，我觉得吃个饭跟前女友看电影可以吗？可以。都可以哈。因为我觉得不是前女友的问题，我觉得就大家再见也是朋友嘛。听明白了啊。这是女生的整个的，你说爱情体系还是两性关系体系里面，这是女生的一个自我体系。那下面的事情你要再讲，我都不觉得稀奇了。如果基于这么一个前提的话，还有更让你失望或者更让你觉得我受不了的事儿吗？还有他大大咧咧的毛病挺多，因为合租嘛，如果他最晚一个人出去的话，他也不锁门。有时候就真的忘了嘛，而且我给了他解决方案，我让他贴个纸条提醒我，或者说我出门的时候他发个信息提醒我也行吗？不是，咱就合租的租户，您老把我们大门不关，我们都觉得不安全。不是我关门了，可是我没有锁起来，就我忘记锁起来了。那您不锁不就等于没关吗？关门就是把那个门关了，别人是开不了的。而且我在家里面，我爸妈也没从来要求我一定要锁门。我们不就跟您合租吗？我们也不是您爸妈，对吧？其他我也不好说什么，但这个我只是友情提醒一下啊。我知道。跟别人合租的时候呢，尊重一下合租的同室的人，对不对？我记得的时候我都有锁，但有时候真的忘了嘛。行吧，你这个就不应该说，因为你是人家男朋友，男朋友就有义务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女朋友，这个叫包容。还有别的吗，小伙子？没了哈。到我说了吗？哦，你还有呢？
啊，不是，就小片里就说他一个人来说他的那个吗？你也有痛苦啊？哎，你说说，你说说。不说了。你说这么大大咧咧一姑娘，我听听有她的不满在哪个点上面？来说说。是的，其实我特别包容她，我平时都没有提出来这一点。好，今天好好不包容她一回。来。对，比如说你看她说我约朋友去玩或干嘛，比如上次呢，我也叫上她一起去了，而且那个是前一天我加班特别累，然后我还睡过头，可能要迟到了，然后她要洗个澡再出门，然后我觉得哎，都迟到了，她要洗澡，真的就错过了，只看了一点。那是我朋友搞的活动嘛，然后我朋友还请我们2个吃饭呢，然后后面我朋友说他特别忙，然后要回去写 PPT， 后面呢，然后我就想，哎，要不我们去听一下歌吧，就去那种音乐餐吧。结果呢，他又说那里很吵，又像什么大排档什么，就很扫兴嘛。10点多他就说要回家了，居然走的时候他又走了几个路口，然后去找那个夜车。我就穿这样的高跟鞋，然后半夜的特别累啊，结果那夜车还不到我们家，夜车再转一个夜车，后面我就生气了，转第2个夜车的时候我就直接叫了个的士，然后我就回去了。后面我就跟他说，那为什么我不能在那里听歌坐久一点，然后我们再打车回去呢？听明白了。对，你觉得他在处理问题上不是那么恰当，是吧？对，你看他没有顾及到时间晚了，没有顾及到别人穿高跟鞋很累，而且听个歌你不喜欢，你别那么扫兴嘛。那你看我多开心，你就不能顾及别人感受吗？要解释吗？这个？哎，你真肉就是乎哎！当时我听那个，我觉得那个环境不喜欢，真的。然后也听得不开心。行，你就说你不喜欢不开心就好了。对。另外，我还听出了女生的抱怨，就是男生做事儿不那么干巴脆，对吧？他特别提到了起晚了还洗澡，是吧？磨叽是吧？变通性差一些，是吧？还有别的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头很痛，带我去看医生。8点多的时候跟他说的，然后10点多了，他还刚睡醒，然后他又要洗个澡再出门，别人都快病死了，他要洗个澡。后面我真的是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打个电话叫了这个朋友送我过去，然后我朋友都来了，他澡都还没洗完，我朋友就带我去看医生了。后面这个事情他又生气了，为什么不陪人看病？其实我起来之后就洗个澡，赶紧跟他去，然后我洗完澡出来，他就已经去了。你这澡得洗得多长啊？所以你也抱怨他是吧？我好奇的问一句，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就在一起成了男女朋友了呢？你们俩从性格到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是2路人呐。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喜欢他什么呀？你们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一开始你喜欢他什么呀？觉得他比较帅。帅。比如说我工作完嘛，他还会煮好饭啊，或有时候帮我收一下衣服啊。然后我坐车可能有时候我又是有点冒失嘛，可能忘记下车，他给打个电话提醒我要下车啦。我觉得他这个人也挺好的，长得也挺帅的。你当初看中这姑娘什么了呀？其实我挺喜欢她那个比较活泼开朗，对，那个感觉挺好的，挺舒服的啊。你们俩现在还住在一个屋檐下？对啊，我觉得我都很包容他的，他老是把以前的事情翻出来，我跟他说。你希望怎么样啊？多沟通，我觉得，大家感情还是有的。女生呢？我也不知道，我心很累。所以你这么拧巴的，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嘛。就因为你们住在一起是吗？所以我想问女生哈，就是你找男朋友是因为什么要找一个男朋友啊？我也不需要男朋友啊。你不需要男朋友是吧？哎，我心好累。你为什么找女朋友啊？喜欢就交了，就是因为喜欢，也没其他的想法。好了。我要问的就这么多了啊！我们看到了反差极大的2个年轻人，他们可能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谈了半年的恋爱了。未来他们会怎么着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有一个词语叫古松3态，什么意思？就是一棵松树，每个人看到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木匠看到的是一个横梁。画家看到的是一个风景，农民看到的是可以给我遮阴。就和异性交往这件事情，在我们传统的思想判断当中，和男生去看电影，我觉得就是约会，尤其是单独的情况下。因为什么？场景昏暗，空间过于密闭。当然，如果外放型的女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前提条件是你现在有个男朋友。问前男友借手机出格，当然也取决于你对于对方的异性交往过程当中接受的程度
和底线在哪里。所以我说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人啊，你完全不认同他这方面，他又觉得你做事拖拖拉拉没有规则，然后这个没有计划，你又不喜欢他，他也不认同你，你们两个干嘛在一起呢？就像我们说两个人的感情能够继续交往走进婚姻的情况下是两条线最终重合了，只谈恋爱的时候呢是交叉了，见不到的朋友是平行线，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你们两个是异面线，就根本都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我并不去判断谁对谁错，但是当大家的成长经历、人生经历甚至是学习经历完全不同的时候，那就彼此祝福，各自安好就好了。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来，陆琪老师啊。现在很多女生不爱谈恋爱，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姑娘发现，我谈了恋爱，我以为爱情是我人生必须，所以我谈了恋爱，但发现爱情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让我更累。那我为什么要谈恋爱？我为什么不和闺蜜、不和异性的普通朋友一块出去玩？为什么我非要有一个人还管着我，他还不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他还拖累我，他还打扰我，他还拘束我，是这样吧？就有没有发现这位姑娘特别像男人，这位特别像女孩，然后她追求的是结果，你追求的是感受。以前很多是女孩追求感受，男生追求结果，现在越来越多是反过来，是不是？你看他说的是这个事情你要给我做好啊，或者这个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呀，你应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啊，结果论。你呢？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你有没有尊重过我？我不认为这是错，或许这是各自大家的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他对于伴侣他是有一种期望值的，他的期望值不是你这样的，这就是反差之所在。就是你要的不是他这种，但你找了他这种，当然你找他这种是因为可能是方便，因为就住一个屋檐下，而你呢，你要找的也不是他这一种，但是你们已经建立了亲密关系，然后再谈感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先合租了，然后一看，哎，反正就是他了，我也需要一个男朋友，反正就是他了。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你们不要合租了。你合租这个关系导致了你们两个本来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我们不一定说选了你，所以你必须要变成我这样的人。我觉得不是，不能让对方变成你要那个人，那就去找你要的那个人，就那么简单。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我相信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爱情是排他的，是唯一的。我爱他，我看电影就想跟他看。你还是没有找到爱的感觉，你只是把男生分成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用处。我需要一个人陪我看电影，是他也可以，是他也可以，因为他们其实在我心里是几乎平等的，没有特别明确的男朋友和男性朋友的必然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够喜欢啊，不够爱啊。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他明确告诉你说，我觉得你不尊重我，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那么爱中的男女会尊重他的，你会选择放弃那些不必要的紧密的关系。所以也不用遮遮掩掩的，就是不够喜欢他了。所以我无论是爱情、交友、工作、生活，都应该把自己身上一些适度该调整的地方改进了，才能遇到那个真的适合自己的，能够互相敞开心扉相爱的人，好吗？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女生是做高级客户经理的，就俗称的大客户经理，是吗？男生是做项目专员的，对吧？做一个好的大客户经理，最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社交，社交能力要强。我们会发现很多女生在做大客户经理的初期的时候，她往往分不清楚外社交和内部的亲密关系，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你的潜在客户，有些是你的利益客户，还有一些是你需要去长期维护关系的客户。频繁的社交之下，你往往
会导致到自己内外无别。所以在我看来，你跟这个男生，以及跟那个看电影的男生，前男友都只是社交而已。你们长期要去琢磨客户的心理，因为你们要跟他们维护长期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分不清楚工作和私生活。但是在这个男生看来，你那种外向的活泼的性格恰恰是吸引他的。都说你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貌似过不到一起，但是在初期的时候一定是相互吸引的。我想跑到你的世界看一看，你想跑到我的世界来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发现不是一类人，就各分各散。你的那些所谓外向的性格啊，了解你的人会无所谓，但不了解你的人会给别人带来错觉。如果你跟有一些客户之间的社交太过于亲密，那些男生也会带来错觉，认为你对他有好感，而最初他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外向，这种错觉才把你招进了他家。你想想看，一个矜持的女生怎么会那么因为离公司近而就轻易的住到了一个男生的租的房子里面去呢？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一招他就去了。所以你以为我把你请进来作为一个租客租一个房子，你以为他愿意进来了就是对于你有好感，这个女生对于你有想要接触的欲望的，其实根本不是，她对任何一个男生都这样。小伙子，你自作多情了。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不光对你是这样开放式的，他对于别的男生一样是开放式的。这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以及工作性质所带来的一些行为上的差别，或者是影响。但其实我要告诉女生的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客户是客户，男朋友是男朋友，你必须得分清楚。也许这个男生还不足以让你感觉到我要把这个男人和那一对男人要区别对待，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魅力。可能有一天有一个男人会突然之间让你变得矜持起来，你觉得我不能这样，那是男客户，这是男朋友，他必须要有分别。也许他还不是那个人，但是你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区别对待，否则的话对于你的工作也会带来极大的困扰。至于男生，你多想了，其实从头至尾在我看来，你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不是男朋友，只是比较亲密的客户而已。如果他心里真的把你当成男朋友，他就一定会在乎你的感受，会跟别的男人保持距离，但是他没有。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是比客户更进一步的一个异性，仅此而已。我赞成陆琪说的，你们俩要搬出来住，这种所谓一个屋檐下的东西会给你们造成假象。所以距离离得远了以后，你才可能真的发现，我们其实从来是只有好感，没有真正相爱过。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男生，你要找一个完全尊重你，按你这个方式来的，下了班就给你把衣服，两个人的衣服洗好了，饭做好了，然后你说我们去看电影吧，他说那我等你，你把澡洗了，40分钟以后我们俩再出门。你找这么一个女生不是很开心吗？为什么一定是这个呢？女生也是一样的，你就找一个反正家里面的衣服都扔得很乱很乱，最后两个人说哎呀没衣服穿了，行，咱哥俩一起去买衣服去，你帮他挑，他帮你挑，不是很快乐吗？为什么非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呢？所以你们自己拿主意，好吧？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刚开始都是互相对对方有好感喜欢的，但是慢慢交往下来，可能真的价值观或者其他的矛盾都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有人在一起，我也抱着解决的心态的。现在就看您是怎么样态度，我觉得有事还是多沟通吧。我觉得很多问题就产生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每个问题这样累积，其实我觉得都是同一个问题，然后如果不解决的话，我觉得挺累的。谢谢你们，请回吧。谢谢两位。
来，请关门。来吧，看结果，请开门。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可能做朋友更合适吧，做朋友更合适。对，行了，释怀就好了啊。好，谢谢你能来，请回吧，谢谢。请回啊。